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最近迪士尼旗下的流媒体 Hulu 上面一部名为《美国好人家 Good American Family》的影集一经上线就引发了巨大的话题度。导演分别从2个不同的人物视角带入来讲述故事，让观众们在养女恩将仇报和养父养母是人渣这2种情绪中反复横跳，从恨得牙痒痒到忍不住同情落泪，爱恨交加是直接拉满。如果说剧集已经足够跌宕起伏了，而它背后的真实案件则更加的离奇诡异。Hi, Natalia. Hi. They claim they were tricked into adopting an adult. I want you to know how old I am. She was hiding knives in her couches. She was talking about she was going to kill family members. Do I look like a monster to you? 到底是这个熟女假扮小萝莉专害好心人呢，还是虚伪的美国好人家为了甩开包袱故意陷害孤女？而看似善良的牧师夫妇是否藏着更加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到底是一个恐怖惊悚片，还是一个揭示人性冷漠的悲剧现实片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起层层反转，被称为电影孤儿院现实版的 Natalia Grace 年龄之谜。这事最开始发生在2010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 Christine 和 Michael Burnett 夫妇呢结婚20年了，育有3个儿子，但是心心念念的总想要个女儿。几次尝试怀孕失败之后呢，他们决定去收养一个孩子。他们辗转了多家孤儿院、领养机构，要么是没有特别合适的孩子，要么就是等待的时间至少得5-6年。无奈之下他们把目光放到了跨国领养上面。在一家私人领养机构交了一大笔中介费用之后呢，对方给安排了一个4岁的海地的小女孩。可是就在夫妇2人准备好一切，万事俱备，只等人来的时候，突然就收到信息说海地发生了大地震，政府大楼倒塌，之前办好的相关手续全部作废，孩子也无法来美国了。这次功亏一篑的经历让夫妇2人备受打击，觉得这就是天意，这辈子注定是当不上岳父岳母了。可没想到小半年后，他们突然接到了另一家私人领养机构的电话，说有一个8岁大的乌克兰的小女孩，人已经到了美国，由于被领养家庭弃养，面临着马上要进入儿童寄养系统的窘境。一听这话老婆 Christine 马上就急了。急什么呢？因为她曾经当过这个儿童的社工，深知孩子一旦进入了寄养系统，就会面临着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相比于正规的领养，短期寄养家庭的良莠不齐，有的干脆就是为了领取政府补助而收留孩子，根本就不怎么上心，跟小猫小狗一样，给口饭饿不死就行了。于是她在电话里就提出自己非常有兴趣收养这个孩子，但是要跟老公和家里的几个孩子好好商量一下。可对面却说来不及了你们必须要在24小时内做出答复，否则那孩子就会被儿童福利机构接走了。夫妇俩认为这孩子就是上帝送来的礼物，机会难得，一定要好好接住。于是他们就这样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电话里口头同意了领养。2天后，当他们风尘仆仆赶到佛州，见到了那位8岁的小萝莉 Natalia Grace。 见到孩子那一刻夫妇2人都觉得这个盲盒开的实在是太值了。这个小姑娘聪明伶俐，口齿清晰，嘴甜心细，长得还很可爱。才见面10来分钟，就跟过来拜访的夫妇俩混了个自来熟，逗得2人合不拢嘴。尤其是他开口就叫爸爸妈妈，简直是把人的心都要甜化了。觉得中了大奖的 Burnett 夫妇不由得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好孩子，咋就没人给领养走呢？面对这个问题领养中心的人觉得有必要跟他们讲实话了。这孩子有先天缺陷，是个长不大的侏儒，而且骨骼方面也有毛病。现在坐着看的是好好的，但是双腿使不上劲儿，出门要坐轮椅。而且他的背景身世也很凄惨，他来自乌克兰，刚刚出生2天就被父母狠心遗弃。由于当地的孤儿院经费有限，这孩子耽搁了手术矫正治疗，不幸就落下了终生残疾。因为这个缺陷就没有人愿意领养。他一直在孤儿院生活到6岁，才被一对好心的美国夫妇领养，并且带回了美国。他跟那对夫妇一起生活了2年，眼看着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妥，马上就可以正式的被收养了。结果养父养母突然变卦了，甚至连一个合理的理由都没有，就把他往城里的领养中心一送。这孩子我们不要了，你们想办法给他找户人家送走吧。
听到这个事儿啊 ，Burnett 夫妇对小萝莉更是增添了几分同情，同时又对之前那对养父养母呢是义愤填膺。好歹这是个孩子，又不是阿猫阿狗，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有这么做人的吗？于是啊，他们抱着孩子发誓一定要给他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在办理正式手续的时候呢，领养中心的员工却劝他们最好三思，毕竟啊，照顾一个有先天残疾的孩子，耗费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是养育一个普通孩子的几倍甚至10几倍。可是啊 ，Burnett 夫妻却叫他们别担心，因为啊，他们的大儿子就有严重的自闭症，在他们不懈的耐心和爱心关照下，这大儿子不仅顺利长大了，还发掘了物理方面的天赋，是一个当地知名的天才学生呢。才12岁啊，就已经在家里自修大学的课程了，可谓是与人加良医的现实版。能把一个别人眼中生活不能自理、弱智、没前途的孩子，一步一步培养成一个未来的物理学家，母亲 Christine 啊，把这段呕心沥血的育儿经历写成了一本叫《The Spark》的励志畅销书，鼓励那些同样有自闭症的孩子的父母啊，振作起来，永不放弃，用爱来成就孩子的新人生。有了这样一段的人生经历，夫妻俩就觉得完全可以照顾好小萝莉，毕竟她就是身体上有缺陷嘛，但是心智也没问题，非常的聪明早慧，假以时日啊，搞不好是一个天才儿童呢。而且啊，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各式各样的矫正整形技术层出不穷，孩子那么小，也许哪天真遇到个医生妙手回春，让他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学、结婚生子，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见他们如此的坚持，也的确有好好抚养孩子的硬件软件，领养中心最后决定松口放人，也算是给这个命途多舛的孩子找了个好归宿。小萝莉呢，也从这个时候起，生活是从炕兜跳到了米兜。养父养母对这个新来的女儿宠爱有加，衣服、餐具、书包、玩具一律全新，还专门收拾出了一间光线充足、宽敞舒适的房间给她作为卧室，墙壁刷成了小女孩都喜欢的粉色，家具什么的也都换成了类似小公主的风格，连她的轮椅上都贴着闪亮亮的小水钻。家里的3个儿子呢，也很欢迎这个新到来的小姐妹，几个人相处的其乐融融，还专门为了庆祝她的到来，一家人去迪士尼乐园好好的玩了1个礼拜。但是啊，也就是在这一趟旅行中，这家人就发现这个小萝莉好像有点不对。一家人呢去旅店附近的海滩玩水，刚一下车，3个儿子高高兴兴的一路狂奔向大海，嬉戏打闹，玩得不亦乐乎。而坐在轮椅上的小姑娘看见哥哥弟弟这么开心，也心痒痒的想要加入，可是由于轮椅陷在沙地上推不动，于是他就央求养父养母把他给抱过去。这个时候吧，父母正忙着把食物、饮水还有沙滩巾什么的从车上给卸下来，都不得空嘛，于是就跟小萝莉说，稍微等一下行吗？就几分钟，我们弄好了就把你抱过去。结果谁知啊，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也不知道为啥就突然激怒了小女孩，她突然又哭又闹，非要马上就过去玩水不可。父母心想，小孩子有点小脾气很正常，但是不能就这么惯着他的毛病。于是啊，他们坚持必须要他安静下来，才能抱他过去海滩。结果没想到，小萝莉突然自己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身手敏捷地飞奔向海滩，跟其他4肢健全的孩子完全没两样。夫妻俩当时一脸懵啊，你不是说你不会走路吗？怎么突然就好了呢？而且看样子啊，让他跟几个兄弟赛跑估计都不输。难道真是奇迹降临了吗？不过打那以后，娜塔莉亚又坐回了轮椅，走路呢也需要扶着专门的支架。似乎那撒丫子飞奔的一幕啊，就是父母和哥哥弟弟的一场集体幻觉。为此啊，养父养母还专门带她去印第安纳大学医院进行过一次检查。医生表示，小女孩尽管因为侏儒症导致了腿部的骨骼畸形，但是她的肌肉神经呢很正常，腿骨也足以支撑她的身体重量，也就是说，她其实是可以走路的。不仅如此，儿童心理医生也提出，有的孩子在长期被虐待的环境下生活，会潜意识里关掉身体的某些正常的机能，无意识的把自己变成残疾，因为这样一来啊，可以避免被施暴造成更大的伤害，是自身保护机制的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所以啊，娜塔莉亚一会儿能走，一会儿又不能了，可能是心理和生理双重因素的作用。于是医生让养父母要给予她更多的耐心和时间。对于这个建议啊，夫妇二人是绝对举双手双脚赞成的。而且面对娜塔莉亚那些没来由的任性哭闹，他们也安慰自己说，
这孩子受的苦太多了，行为举止有点怪，那很正常。只要我们努力坚持，总有彻底变好的那一天。可是啊，之后发生的一切却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和预期。其实啊，娜塔莉亚刚刚被接到新家后不久，养母就发现这孩子有点不同。首先呢，是她坚决不许妈妈帮她洗澡搓背，一定要自己洗，哪怕是她先天四肢短小，身上很多地方够不着，也不要别人帮忙。一开始吧，养母合计着，也许小孩已经开始有了性别意识，有点害羞，于是呢也没再坚持，给他放好了洗澡水之后呢，就出去了。隔了一会儿，再回到浴室去取孩子脏衣服的时候，刚好看见娜塔莉亚脱了衣服要下水，就是那么不经意的一眼，却把养母突然吓了一跳。这个8岁的孩子啊，居然长着浓密的阴毛和腋毛。还没等他要看个究竟呢，女孩就火速的把自己用毛巾遮了起来，开始又哭又闹，不让任何人近身。为了不进一步刺激他，养母只好作罢。可是啊，更奇怪的事还在后头。养母开始时不时的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角落里藏着一些沾有血迹的小女孩的衣服和内裤，而她又不像是有什么伤口的样子。于是啊，养母就留了个心眼儿，把发现这些衣服的时间标记在了日历上。结果发现每个月的时间非常一致，就像是她来了月经。又是长体毛，又是来月经，哪个都不像是一个8岁的孩子能有的呀。而且啊，娜塔莉亚不仅是生理上有早熟的迹象，她的心智似乎也和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比如她从来都不玩过家家洋娃娃，反而是喜欢跟邻居家几个10多岁的女孩一起玩，跟他们一起看时装杂志，电视里的歌舞青春片，对低龄的卡通片不屑一顾。领养中心的材料显示，娜塔莉亚是在2年前才来到美国的，但是她的英文却非常流利，听不出任何外国的口音，词汇量呢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来得大，甚至还会使用非常文雅的正式用语。We started early in the morning. 一开始啊，养父养母觉得因为这个孩子天赋过人，有非凡的语言能力，但是直到一天，养母带着娜塔莉亚在公园玩，结果偶遇附近的一家乌克兰移民。当得知娜塔莉亚也是乌克兰来的以后呢，那家的妈妈非常兴奋地对她说起了乌克兰语，但是娜塔莉亚的反应是一片茫然，好像根本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尴尬之余啊，那家人又换用了俄语想要跟她聊天，但是娜塔莉亚还是一个字都不懂。这就很奇怪了，难道说她这么快就已经把自己的母语给忘了吗？这些个零零总总的事情汇集到一起，哪怕养父养母的神经再是大条，也不免起了疑心。偏偏这时啊，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塑料闺蜜给养母看了一部叫《孤儿院》的恐怖片。这部电影上映于2009年，也就是夫妇2人收养娜塔莉亚的1年多以前。讲的呢是一个变态杀人狂，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明明30多岁了，但看上去依然像是一个小女孩。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这个外貌优势，假扮成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博取同情的同时呢，还对那些好心收养她的家庭大杀四方。这个电影啊，让养母看得汗毛倒竖啊！这可不就是在讲俺家的事儿吗？尽管老公和闺蜜都劝她说这个片子呀纯属虚构，你可别把创作和现实搅和到一块儿了，但是心底里那颗猜忌的种子一旦播下，就开始疯狂的生长。养母首先找到了先前的那家领养机构，要求调出娜塔莉亚的出生证明，结果发现在出生的年月那一栏里头只标有3个简单的数字943。由于先前那家乌克兰的孤儿院说他只有6岁，所以呢，在给他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他的出生日期就给写成了2003年4月9日。可是啊，万一这是1993年呢？或者更可怕，是1983年呢？可不就是电影情节给照进现实了吗？更让养母毛骨悚然的是啊，他从领养机构的员工口中打听到，在乌克兰，对于这类没有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的孤儿或者是弃婴来说，他们的年龄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根据身高推断出来的。比如说吧，一个有医院出生证明的孩子是8岁，那么跟他一般高的孩子也都被认为是8岁，比他矮一点的那就是7岁，以此类推。可是啊，放到娜塔莉亚身上，她有先天侏儒症，发育缓慢，用这种身高比对法显然就对比了个寂寞呀，而且她的实际年龄绝对是只大不小的。于是啊，养父母就带着娜塔莉亚回到印第安纳医学中心，安排她做了一次骨龄测试。
因为就现在的医学手段来说，这也许是最可靠的一种测量孩子年龄的方式了。可是呢，由于他的侏儒症本来骨骼就发育不全，骨密度的增长也跟正常人有所差别，所以医生只能给出一个非常笼统的数字，那就是娜塔莉亚的年龄可能是11岁，她最高也可能是24岁。多说一句医学上来讲，侏儒症的成因和种类有很多的细分，但是大体上分为不成比例的侏儒症和成比例的侏儒症两种。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成比例就是指身体和头部的大小跟正常人无异，但是四肢却异常的短小。比如咱们都比较熟悉的《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小恶魔，就是典型的不成比例类的侏儒症。还有一种呢，则是成比例的侏儒，他们的头和身子都很小，整个人就是缩小版本的正常人。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恐怖故事《畸形秀》里面的那个拇指姑娘，她不仅整个人都是个迷你版本，甚至声音什么的基本都停留在儿童时代，乍看上去简直就是个小孩子。先前说到的那个 Hulu 剧集里面扮演娜塔莉亚的英国女演员 Imogen Faith 也是此类侏儒症的患者。现实中呢，她其实是一个28岁的成年人了。只能说找她来演这个戏，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选角啊。说回案件本身也就是说呢，如果娜塔莉亚患的是这种类型的侏儒症，那么她完全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像孩子的成年人，但她也有可能是个心智年龄比较成熟的孩子。娜塔莉亚的真实年龄在医学上可能算得上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谜题，可是放到养父母那儿就只能总结成俩字了：膈应。一开始养父养母还是抱着毕竟是自己挑的玩，含泪也要养大的想法，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开始给娜塔莉亚购买少女系的衣服，找老师给她补习，以便她能够在夏天之后进入中学学习。可是就在骨龄测试结束以后，娜塔莉亚却性格大变，她开始封闭自己，不再跟养父母还有兄弟们交流了，而且越来越暴躁易怒，稍有不顺心就在家里摔摔打打，还冲着过来想要帮助他的人大吼大叫，对别人吐口水，在车子上撒尿。他甚至不再隐瞒自己来月经的事实，趁父母不注意，把这血就抹在家里的墙上，令人作呕之余又不免让人有点担心。更过分的是，养母还抓到他偷偷的给父母的咖啡杯里面倒漂白水，偷拿厨房的刀具，半夜站在养父养母卧室图谋不轨，企图把小弟弟从楼梯上绊倒，等等等等，简直就是要化身电影《孤儿院》里面那个杀人狂了，一门心思想要置这家人于死地有一天，他突然把养母撞翻在防止小动物进入的电网上，还好当时没有通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最后那根彻底压倒养父母的稻草，却是一开始把娜塔莉亚带到美国的另一家领养家庭。根据后来养父的说法，养母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居然找到了原本该是完全保密的信息，并且联系到了那家领养的父母。结果对方就说，之所以弃养这个娜塔莉亚，是因为他故意把家里另一个孩子从楼梯上推下来了，不仅造成了脑震荡，还摔断了胳膊。听了这话，越想越后怕的养父养母找了个理由，把娜塔莉亚骗去了精神病院，希望能有专业人士对她进行帮助。在治疗期间，她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反社会人格障碍、狂躁型抑郁症。有医生作证说，很多类似的精神疾病其实只会出现在青春期或者是年龄更大的人身上。在一次心理治疗中，娜塔莉亚对心理医生坦白，自己其实远比大家认为的年龄要大，但具体是多少岁，为什么别人把她当孩子对待的时候她却不戳破，她就通通拒绝回答了。有了这份录音，再加上之前医生的骨龄测试，最终养父母向法院提出申请，要修正娜塔莉亚的年龄。还记得她出生纸上那个943吗？养父母觉得她实际的出生年月是1989年4月3日。这样一来，到了2012年年初提交申请的时候，娜塔莉亚从一个不到10多岁的孩子，一夜成为了一个22岁的成年女性。尽管这事听着非常离谱可是偏偏法官在权衡了这些交上来的证据以后，同意了养父母那边的说法，最终从法律层面上就修改了娜塔莉亚的年龄，正式把她确认为是一个成年人。这么一来，在修改完年龄的那一刻，娜塔莉亚和养父母之间就自动解除了抚养关系。刚好这个时候家里那个天才自闭症大儿子已经被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录取，
为了儿子的前途，也为了方便照顾他， Barnett 夫妇就决定举家搬往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娜塔莉亚这个前养女，他们当然是不会带走的。于是他们给她找了一间公寓，预付了1年的房租，然后还给她申请了残疾人补助、社会救济金，给她留了一些可以去超市购买食物饮料的粮食券。处理完这些以后，他们自认问心无愧，便放心的举家搬去了加拿大。据养母说他们分开之后，双方还时不时的互有联系。他每次打电话还会专门提醒娜塔莉亚要记得去看心理医生，按时服药。但是不久以后，娜塔莉亚就单方面终止了这些交流。有点不放心，养母还专门打电话给房东问过他的下落。结果房东说，娜塔莉亚说她找到了一个新家，这个房子还没到期就忙不迭的搬走了，收福利金的地址也改了。听到这话，养母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我去，这姑娘不会又把自己包装成个小孩去祸害别家了吧？但是苦于联系不到娜塔莉亚本人，房东又不知道新的地址，外加这个时候养母一家也后院起火，养父养母闹起了离婚，那自顾不暇的他只好就把这事给放下了。这样居然一拖就拖了快5年，结果养母没等来娜塔莉亚的联系，却等到了一张法院传票。原来娜塔莉亚还真的又找到了一个领养家庭，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位牧师。他在几年前的一次布道过程中遇到了娜塔莉亚，被她可怜的经历所打动，也不耻之前养父母的弃养行为，于是决定收养这个女孩。可这时呢，娜塔莉亚在法律层面上是一个29岁的女人，完全不符合被收养的条件。于是牧师一家决定再次修改她的年龄，把她改回原来的2003年出生。这样一来，她就只有16岁了，是个未成年人。这个要求呢，当然被驳回了。法院又不是你家开的，你想改就改，这不是儿戏啊。但是呢，牧师却没有放弃，他花了很多时间走访了之前很多和此事有关的人，居然还真让他在此前的判决中找到了一个破绽。原来当年在娜塔莉亚刚刚被收养的时候，就有骨科医生给她进行过一次骨龄测试。当时的那份报告中显示，她的年龄是8岁。2年之后，同一个医生对她进行过一次跟踪体检，测出来的第2次这骨龄是11岁。说明什么呢？这结果大差不差呀，她就是个小孩。那为什么后来又出来一个24岁的年龄上限呢？牧师直觉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因为那些写报告证明娜塔莉亚是成年人的那些个医生要么是 Barnett 一家用了几十年的家庭医生，要么就是他们有多年往来的牙医，甚至连精神科的医生也都是旧相识。那这些人全部是站在养父母那一边的，这报告的可信度自然成疑更何况娜塔莉亚的情况特殊，本来骨骼发育就有问题，难道说不是该好几个专门骨科的医生进行会诊反复测试才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吗？于是牧师就得出了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推论，这家人其实是出于某种目的，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很有爱心，也许是为了让这个家进一步的更出名，也许是想要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收养了娜塔莉亚这个残疾小女孩。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照顾这样一个有着特殊需求并且曾经受过虐待的孩子，实在是让他们力不从心。但是如果就此放弃了，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必然会受到很多诟病。毕竟当年那本畅销书的出版已经设立了他们好妈妈好爸爸的完美人设，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孩子而彻底崩盘。于是他们从电影《孤儿院》里面得来了灵感，串通了熟识的医生，出具了一份假的骨龄测试报告，把养女刻意的制造成了一个成年人，而且还对她进行威胁恐吓，逼她不许说出真相。在这一步步的精心设计下，他们最终成功修改了年龄，把她变成了个成年人，为的就是要名正言顺的弃养这个孩子。琢磨顺了这个道理之后牧师彻底的愤怒了，不仅向法庭要求修改娜塔莉亚的年龄，还状告 Barnett 夫妇非法遗弃子女，虐待残疾人。于是完美父母远走加拿大，留8岁幼女自生自灭这样劲爆的新闻很快就席卷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各大媒体。眼看着名声一夜要臭了大街，已经离婚的养父养母只得又重新联合了起来。他们在电视上喊冤，说他们才是诈骗案件的受害人好心收养个孩子，结果一家人差点挂他手上。
可正当人们等着当年那些给娜塔莉亚做过测试的医生一个个的出来啊，大家进行一番法庭对质的时候，其中那位2次给娜塔莉亚测过骨龄，证明她是孩子的医生，刚好就在这个新闻爆出的当天，心脏病突发死了。也许真的就是个巧合，警方也证实说医生的死并无可疑之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样的事儿，不由得给这个案件增添了一层神秘而恐怖的色彩。而正当双方各执一词，吃瓜群众们众说纷纭的时候，牧师一家突然给出了一个让人不得不信服的证据，那就是娜塔莉亚在跟他们生活的5年时间里，她长大了。什么意思呢？牧师放出了娜塔莉亚的近照，再和几年前进行了对比，明显就能看出来，因为侏儒症的原因呢，尽管她的身高体型没有增长但是她的面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子长开了，成了一个少女，容貌更像是牧师所说的从9岁到16岁的转变，而不是养父母口中的22岁长到29岁。甭管什么骨龄测试，都没有这几张照片来的有说服力。于是舆论就开始倒向了娜塔莉亚和牧师一家。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养父养母开始了内讧。起因呢是养父在离婚后回到了美国，光速的又再婚生子，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可能是婚内出轨，早早的就勾搭了下家。留在加拿大的养母一怒之下，开始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挠3个孩子跟父亲见面，双方的抚养权官司就此展开。于是有人跟养父支招说，要不你干脆借娜塔莉亚这事儿跟你前妻来个落井下石，只要她虐待儿童的罪名成立，那么几个孩子的抚养权不就是手到擒来了吗？关键是养父这个缺心眼还真就听进去了，于是开始频繁的在媒体上大爆养母的黑料，说他曾经多次对娜塔莉亚进行殴打体罚，强迫她承认年龄造假，那些所谓来月经的染血衣物，其实就是养母虐打造成的出血。养父还找来了一向和母亲不对付的小儿子，在一份公开的录音中，小儿子承认说，母亲指使他在娜塔莉亚的房间里面小便，不仅把屋子搞得一股子尿骚味，还用这种恶心的方式来嫁祸给娜塔莉亚。可是让养父没想到的是，自己背刺前妻的同时，也把自个儿带到了沟里。由于他给出的那些涉嫌虐童的证据，都是发生在他和养母的婚姻存续期间，所以哪怕他没有亲自动手，但是同住一个屋檐下也脱不了干系，要么是共谋，再不济也是知情不报。于是警方对养父养母都提出了虐待和遗弃的指控。也就是说，这养父不仅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专门挑了块最大的石头。不过养父实在感人的智商和情商，反而在2022年的庭审中让他因祸得福了。原因是陪审团认为他缺乏基本的判断力，无法独立思考，容易受到鼓动，还有着完全不合时宜的表演欲。总结下来就是这人呢是个天生的传谣圣体，网恋杀猪盘完美的目标，保健品推销的梦中客户，总是精准踩坑的人间大冤种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养父被判无罪后不久，检方也取消了对养母的所有指控，让很多想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十分失望分析这里边的原因呢，一方面可能是检方认为同样的证据和案情，养父都无罪了，那么养母这边定罪的可能性也不大。二来他们发现娜塔莉亚身上疑点重重，打起官司来很可能会吃力不讨好。这后一条主要就集中体现在娜塔莉亚在2019年的时候上了美国一款著名的日间访谈节目 Dr. Phil。 How old are you? I'm 16. You're 16? Yes. When is your birthday? September 4th, 2003. Okay. You say you're 16. Are you a 33-year-old scam artis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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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romise you I'm not. 这本来是一个他可以澄清自己的大好机会，但是他却一直眼神飘忽，躲躲闪闪，并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在乌克兰的童年经历，为什么不会说母语，以及遇到养父养母前那个领养家庭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等等，都语焉不详，明显是有所隐瞒。 What were your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Ukraine? Were you in a group home?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it was. I just know there was a lot of kids. That you scammed them, that you lied about your age and came over here and terrorized them. It's not true at all. 见多识广的 Dr. Phil 表示，娜塔莉亚肯定不是他证件上显示的33岁，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几岁了。这个
其实也是委婉的表示，说明他的年龄肯定是有问题的，至少不是他自称的那个岁数。2021年年初，印第安纳警方曾经派人专门前往乌克兰调查娜塔莉亚的真实身份，结果还真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叫安娜的拉脱维亚女子。经过 DNA 对比，她被证实就是娜塔莉亚的生母。这个安娜呢，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她甚至不记得自己生过孩子，更别说记得娜塔莉亚的生日了。不过安娜的身份证上显示，她出生于1979年。如果按照养父养母的说法，娜塔莉亚出生于1989年，那就意味着安娜10岁的时候就生了孩子，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呀。В 2003 году в 6:25 родилась в первом роддоме. А моя б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дочка. 不过这个证据依然无法确认娜塔莉亚的确切年龄。之后警方又试图调取娜塔莉亚曾经待过的那个孤儿院的登记资料以及跨国领养中介的信息，但是这个时候恰逢俄乌战争爆发，很多信息要么被毁了，要么根本无从查证，于是只能作罢。最终印第安纳法院将娜塔莉亚的出生年月又改回了2003年，并且指定那个牧师一家作为他的监护人。难道说这个历尽千辛万苦的故事最后终于要迎来一个 happy ending 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2023年，美国付费电视频道 Investigation Discovery 制作了一部名叫 The Curious Case of Natalia Grace 的纪录片。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肯定是脱胎于那部著名的本杰明·巴顿骑士。可是就在片子要杀青的时候，突然却又爆出了一个大瓜。娜塔莉亚跟牧师一家反目成仇了，甚至还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从印第安纳千里迢迢跑到了纽约。这又是咋回事呢？原来娜塔莉亚控诉牧师夫妇对她进行了精神和肉体的控制，不仅拿走了这些年政府给她的残疾人补助，还收走了她上节目的收入，以及一直以来好心人给她治病的钱。不仅如此，牧师夫妇还利用娜塔莉亚事件的社会影响力，给自己打造了有爱心、关怀弱势群体、值得信赖的人设。不仅是给旗下的私人教会拉来了很多信众和捐款，还以献爱心为名，申请寄养了多名有先天残疾的孩子。当然了，政府拨给这些寄养孩子的补助也全部进了牧师夫妇的腰包。娜塔莉亚初步估算，牧师夫妇可能从他身上前后拿到了近20万美元，全款买下了一座农场、豪华房车，但是却对他需要做的脊椎手术各种哭穷，拖着不给做。最后他忍无可忍，才央求之前认识的一家侏儒夫妇帮他逃离那个可怕的魔窟。可是牧师夫妇那边给出的说法却截然不同。他们说，当年一家人好心收留娜塔莉亚，倾尽一切为她打官司，这就不说了。之后成为她的监护人，更是对她视如己出。10年下来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根本就不是她每个月那点政府补助能够补偿的。而娜塔莉亚之所以突然翻脸，就是因为她网恋爱上了一个英国男朋友，天天吵着闹着要飞去欧洲见情郎，并且为此不惜和牧师夫妇决裂。有关这个网恋男朋友，娜塔莉亚并没有否认，但是她却坚称两个人是真爱。而牧师夫妇之所以反对呢，是因为他们想要娜塔莉亚在教会里头挑个教友嫁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牧师夫妇甚至还收走了他的证件，控制他的人身自由，这才导致他逃跑。那到底是娜塔莉亚忘恩负义，还是牧师夫妇把他当成了摇钱树？双方是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连那对帮助了他的侏儒夫妇也受到了牵连。牧师说他们家是动机不纯，就是为了钱才怂恿着娜塔莉亚出逃。而纪录片的导演如实地记录了这场大战，狗血和激烈程度只怕是连卡戴珊一家都自愧不如啊。处在漩涡中心的娜塔莉亚态度则非常暧昧，她一方面在侏儒夫妻面前表现得非常可怜，博取同情，以换来在他们家白吃白住，一面呢又不愿意跟牧师夫妇彻底断绝关系，甚至每个月的政府补助依然让他们收着。时间一久，这也引起了侏儒夫妇的强烈不满，甚至怀疑娜塔莉亚是不是根本就和牧师夫妇是一伙的，自己一家被当成工具人了。细究下来，娜塔莉亚之所以跟牧师一家藕断丝连，似乎是另有隐情。根据纪录片里的一段采访，娜塔莉亚的那个网恋男朋友曾经收到过一通警告电话，说牧师手里掌握着娜塔莉亚的一个天大的秘密，如果他胆敢申请把政府补助的支票寄给侏儒夫妇或者他自己，那么牧师也会把那个秘密公诸于众，让娜塔莉亚身败名裂。
尽管男友也不知道这所谓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但是结合之前那著名的官司，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跟娜塔莉亚的真实年龄有关。而明显娜塔莉亚也是被拿捏住了，所以哪怕已经撕破了脸，依然每月让牧师夫妇拿着自己的补助。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龄的秘密对他如此重要呢？难道说这个故事还真就是个现实版的孤儿院吗？在纪录片拍摄的末尾，娜塔莉亚还是跟牧师夫妇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但是在片子播放后不久，牧师老婆就在一次采访中称，他们一家和娜塔莉亚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彻底一拍两散了。回想起之前官司胜利的时候，牧师夫妇抱着娜塔莉亚热泪盈眶，发誓永远都会爱她的场景，当时娜塔莉亚也泣不成声，说自己出生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困苦，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家，那么的相亲相爱，苦尽甘来的一家人，到头来还是一地鸡毛，反目成仇，实在是让人无限唏嘘。而这一切也让人不得不心生疑问，为什么娜塔莉亚遇到的所有人最后都是差不多的一个翻脸的结局呢？到底是她的运气不好，遇到的都是心怀不轨的人渣，还是她真的就命犯天煞孤星，甭管是家人还是朋友，一个都留不住呢？或者说这里边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让那些人最后都不得不放弃了她？不过随着纪录片的结束，娜塔莉亚和那位网恋男友奔现，开始了一段新生活。那些有关她身世和年龄的谜，可能永远也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了。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其实抛开这件事情中那些曲折离奇的情节，归根结底，这问题大概率还是出在收养和被收养双方心理预期上有着巨大的偏差。什么意思呢？领养家庭觉得我好心收留你，给你吃给你穿，那么你就要好好听话，循规蹈矩，不惹事不犯事，才算得上是报答我对你的养育之恩啊。而另一方则认为，既然你选择了我，就要接受我的一切，包容我的所有，像爱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对我，不仅不能偏颇，还要对我关爱有加，这样才能补偿我之前没有的那些亲情啊。但是如果双方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朝夕相处，别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那就是救助站领养一个猫猫狗狗，日子估计都够呛能过下去。也许就像著名的心理学家 Joyce Powell 在他的 Family of Adoption 一书中说的，收养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一个家庭找到一个孩子来加入，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一个孩子找到一个温暖的家。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